您的二公子沈小海今年为巨豪集团完成多项企业收购，急速扩张了集团规模，成绩有目共睹。您是否决定让二少爷成为继承人？二少爷在商场上向来心狠手辣，坊间也有传闻，您的大公子15年前失踪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二少爷怕大哥抢夺家产，故意害了大哥。对此，您有什么看法？巨豪财团继承者只有我大哥沈小言一个人。小沈总来了。这些年，我飞速扩张巨豪集团，就是希望巨豪集团能出现在世界各地，让我哥哥看到，早日回家。我的命是我哥哥救的，别说一个巨豪集团，只要我哥哥需要，哪怕让我一命换一命，也绝无二话。今天我也正式宣布，任何人有我大儿子沈小言的消息，不仅能获得之前悬赏的100万重金，还将获得10%巨豪集团的股份。我们一家人脉相连，永不背弃。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失踪15年。如果能选择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你回家。小海，不要自责，当年的事你也是无心之失，妈妈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相信换做小言遇险，你一定会跟他做相同的选择的。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把小言找回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和哥哥都比双胞胎还有心灵感应，就连胎记都长得一模一样。为什么我就是感觉不到你在哪里呢？妈，妹妹考上大学了。真的吗？妈，看看。南安城市学院。念那么大声干嘛？想让大家都听见我考了个3本。知道你考的是清北，你厉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考上大学就是好事儿，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呀。给，你最喜欢的椰子糖。考上有什么用？没钱又上不了，你都考上清北不也去不了？妈这些年省吃俭用，攒了些积蓄，再去借点，应该能凑够一个人的学费。月月，你哥考上清北不容易，要不……我不同意。妈，这钱还是让月月上学。月月能考上大学不容易，要把握住机会。我成绩好，打工几年，把月月供到毕业再去复读，一样来得及。哥说的对，妈你就听哥的吧，反正我哥聪明，过几年一样能考上清北，就让我去念书见见世面，等我毕业赚了钱，也好孝顺你和哥呀。小言，妈对不起你，都怪妈没本事。能当您的儿子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老板，你这瓜甜不甜啊？甜不甜？你买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。哟，还是个小辣椒，带劲儿，我喜欢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大哥来个西瓜。又没跟你说话，滚开！哟，还是个有文化的，咱哥们儿还没尝过有文化的呢。这学费不便宜吧？没钱正好，你乖乖的听话，你的学费哥赏给你。他的哥哥只有我一个，我妹妹的学费我会负责，请你们离开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过来！我还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女生呢，给我抓住她！你们别过来！在我面前玩刀，给我废了他！撤！小妍，你醒醒！哥，你干嘛这么冲动？伤成这样，我的学费怎么办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快送小妍去医院！
医生，我儿子怎么会这样？他的脑部遭到重创，发生智力障碍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傻子。傻子？怎么会这样？哥答应了要帮我赚学费的啊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妈，你想想办法呀！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，不过恢复正常的成功率不到10%，价格也比较高。如果你们想试试，我可以联系省城专家。好，不行，月月，妈，咱家哪有钱啊？我存的那些积蓄，你那几千块还不够去省城的路费，而且这钱够我1个学期的学费了。等我毕业赚了大钱，肯定能把哥哥治好。你就先等等，别治不了哥哥，把我也拖累了，那我们家就真垮了。妹妹上学。哥，我一定会按照你的心意好好念书的。等以后妹妹有了钱，一定把你治好。妹妹生活费。乖，小妍，妹妹的生活费妈妈已经打过了，下个月咱们再来给妹妹打钱，好不好？小妹妹，妈妈给妹妹打电话，让小妍和妹妹说话，好不好？和妹妹说话。月月，妈，有事快说，我忙着呢。最近累不累？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工作哪那么好找？你和那个傻子又帮不上忙，还不是只能靠我自己？能不能别唠叨了？挂了。你哥他想和你……喂。妹，二少爷视察公司，闲杂人等统统让开。小海，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，可以安排我进公司工作了吧？那就安排你去后勤。我好歹是企业管理专业的，哪有去后勤的道理？至少也该当个主管吧。看你的表现喽。流氓，放开！二少爷，小海，爷，哥，哪里来的疯子？哥，小海，你别乱跑！不可能，我哥那么聪明，而且从来不会动我1个指头，不可能是这个踹我的傻子。爷，糟了，小海是不是听见我叫他哥了？绝不能让小海知道我有个傻子哥哥，不然我好不容易派上沈家就泡汤了。小海，你听错了，我刚刚想说的是膈应死了。这个傻子怎么可能是我哥？小海，你没摔疼吧？流氓！抓住他！滚开！这种不知死活的乡巴，碰一下都弄脏了你的衣服，咬人的疯狗就该打死。你们上，给我狠狠教训他。是。怎么，害怕了？怎么会呢？这个人伤了你，我恨不得把他腿打断替你出气。听见没？按月月说的办。是。谁让你不长眼找上门来，还差点害了我，都怪你自己。腿断了正好，看你以后怎么找我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在公司吵吵闹闹，像什么样子？妈，是这样的，外面来了个傻子在纠缠月月，我们正打算将他赶出去。伯母，巨豪作为国内经济龙头集团，你们却在公司对一个残障人士又打又闹，传出去别人会怎么想？妈，您说的对。小海，你现在负责公司的重要业务，这看人的眼光还得多练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我沈家的门。
妈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是我没处理好。都怪你！臭傻子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小妍，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你看到月月了？这可是巨豪集团，想进来工作都得名牌大学研究生，月月一个刚毕业的3本生，怎么可能进得来呢？你肯定是看错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小海，那个徐月月品行不端，我不喜欢。结婚的事儿你想都不要想。妈，你误会月月了，是那个傻子先袭击我，月月是看我受伤急眼了才发落那个疯子的。细微之处见人品，你要擦亮眼睛。妈，我们在国内找了哥哥10几年，到现在还没下落。明年我想去海外找，倒是不知多久才能回家一趟。走之前给您留个孙子，代替我和哥哥在您跟前承欢陛下，不好吗？你先出去吧。小妍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宋总，大少爷找到了。什么？宋总，这是10年前的南省省报，您看这里，这个叫张岩的脸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是胸前有一个食疗液胎记，而且他还是当年的高考状元，这么聪明，肯定是我们大少爷。是的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他是小妍。4年前的高考状元，算起来小妍今年也毕业了，刚好回集团继承家业，有不熟悉的业务，也有小海帮的，好，太好了！当年那2个人贩子落网时，曾说小妍掉进了河里，她现在在哪儿？大少爷当年坠河后失忆了，被老洼村的一家农妇捡到了。听说这些年日子过得很苦。能不苦吗？小妍，都怪妈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往后妈一定给你补偿回来。宋总，还有一件事向您汇报，那个农妇还有一个女儿，正是2少爷的女朋友徐月月。罢了，她当年救了我小妍一命，现在又跟小海在一起，看来注定跟我们家有缘分。你跟徐月月说，让她把妈妈和哥哥接过来。另外，通告南省，本月15既是小海的婚宴，也是沈氏的认亲宴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儿子回来了。是。对了，先别说徐月月家透露她哥哥就是小妍的事儿，我要给小妍一个惊喜。淑芬，这个巨豪集团的2少夫人是不是你们月月啊？真是月月，她要结婚怎么没通知我呢？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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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妹妹，要妹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就是这儿。妹妹漂亮。走，咱们这就去找妹妹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，宋总，您儿媳妇一看就是个懂事孝顺的。谢谢。我还听说您的大儿子终于找到了，今天沈氏可谓是双喜临门啊！是啊，大哥终于回家，还能见证我的婚礼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以后大哥继承集团，我一定好好辅佐他，把这20年欠大哥的都补回来。怎么真给他找回来了？他肯定要跟小海抢巨豪集团。小海那个傻子不会拱手让人吧？那我还怎么当巨豪集团的女主人？多谢诸位捧场，都里面请吧。月月，昨天让你通知你哥和你妈，他们还没到吗？快去催催，不能耽误了时辰。
婚礼日子定的比较急，他们刚从米国飞回来，可能路上有点堵吧。实在赶不上，我们婚礼可以先开始。米国？怎么会？是啊，我妈妈她是做生意的，和我哥一直在米国。这事儿我跟小海说过。没错，妈，月月他妈和您一样，也是位单身女强人，一个人拉扯大2个孩子，你们肯定很有共同语言。我给您找的亲家也算门当户对，对吧？妈，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也是，今天哥要回来了，你肯定是太激动了。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也许是我弄错了吧，等会儿小妍来了就知道了。宋总，海外发展部有紧急工作要汇报，您看。还有半小时，先去会议室。哥，当年都怪我贪玩要去看魔术，要是我能懂事一点，你也不会走丢20年。这些年里，我无数次的后悔，无数次的在梦里见到你。现在，我们终于要团聚了。月月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妹妹，妹妹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月月，真的是你？你结婚怎么不通知妈呢？妹妹，漂亮。妈，你怎么把她也带来了？要毁了我的婚礼吗？婚礼是人生大事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哥哥怎么能不在呢？月月，你妈妈和哥哥到了吗？怎么又是你？流氓！上次放你一马，还不长记性，敢跑到这里来纠缠月月。月月，这就是新郎官吧？他怎么这样说你哥哥啊？哥哥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小海知道他们俩就是我的家人，那我的婚礼就彻底完了。张婶儿，今天我结婚，你怎么把傻儿子也带过来了？张婶，你们认识？他们到底是谁啊？张婶儿是我以前读书时学校食堂做饭的阿姨，当初非要认我当干女儿，想让我做她傻儿子的干妹妹。我看她身世可怜，一时心软应下，没想到她心里打着算盘，一心想让我嫁给她这个傻儿子。就因为我不愿意，他们甚至想生米煮成熟饭，逼我妥协。当初我差点就被这个傻子欺负了。什么？徐文宇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张婶，今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婚礼，我妈妈和哥哥马上就要到了，算我求你，快把你的傻儿子带走。有什么事等婚礼结束我们再说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上次这个傻子一口一个妹妹，还对我动手。果然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月月沾上你们，算是倒了8辈子霉。换做平日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今天是我哥哥回家的大日子，识相点自己滚。我们是穷，可我们不偷不抢，对得起良心。月月，你就要嫁给这种是非不分的人，我不同意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妈，就跟妈回去。别做梦了，我说了绝不会嫁给你的傻儿子，更不可能叫你妈。月月，你这个泼妇！你以为月月还像从前一样任由你们母子欺负吗？现在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欺负月月就是打我沈小海的脸。来人，趁我哥进门之前，把这些垃圾处理掉。小野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月月，你不念我们母女情分，是我没有教好你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你哥，他可是救过你的命啊！你忘了吗？为了供你念书，他放弃读大学；为了保护你，他被人打成傻子，浑浑噩噩这么多年。张婶，你们快走吧，再继续留下来，大家都难堪。我跟你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
我和你哥就这么让你觉得丢人抬不起头吗？你真的为了眼前的荣华富贵就彻底不认我们了？妈，哥！妈妈，哥哥，你们终于来了！今天是我和小海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有你们见证我的婚礼，我太高兴了。女儿结婚，当妈的当然得来了。没错，你可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啊！他们是谁？看见了，他们才是月月的妈妈和哥哥。你们赶紧滚，脏了我们贵客的眼，我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！妹妹，妹妹！天啊，这傻子乱认亲不成，居然要明抢了！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冒犯我的太太，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放开我的儿子，你放开他，要踩就踩我吧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找死。徐月月，你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你妈？他是不是你哥？只要你说不是，从今往后断绝关系，我就当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女儿。今天什么日子？怎么吵吵闹闹的？妈，是上次纠缠月月的那个傻子带着他妈来闹事了，我这就处理好。小妍，不对，我的小妍是南省状元，还有养母一家供他读书，是人中龙凤，根本不可能是个傻子，绝不可能是他。妈，真不怪我下手重，你不知道这家人多卑鄙，老的冒充月月的母亲，傻子喊着月月妹妹，实际背地里占月月便宜，想方设法要把她抢回去当媳妇。要不是月月的妈妈和哥哥已经到了，他们还不死心要继续骗呢。这种人渣打死也不过分。你妈妈和哥哥到了，伯母，他们就是我的妈妈和哥哥。月月的妈妈和哥哥在国外忙着生意，差点耽误了婚礼，好在赶上飞机了，刚从机场赶来呢。你就是婚礼马上就开始了，伯母，咱们一块回休息室，也让下人把宴会厅整理整理。也好，我儿子的认亲礼绝不能有一丝瑕疵。正好，我的衬衫被他们碰皱了，回去换一件。爹！小海，眼看着二少爷被欺负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居然敢袭击我儿子！来人，给我把他的腿打断！我亲自动手！你这个畜生，胡搅蛮缠，扰乱我的婚礼，伤害我的家人！像你这种垃圾，就算死了也是活该！我打死你！放开我儿子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婚礼还要一会儿才开始，你们舟车劳顿，不如先上楼休息。伯母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妈！你的胎记是哪儿来的？说话，告诉我，这为什么会有胎记？妈，他是个傻子，根本听不懂你问的话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得了？小海，你看他的胸口。这个傻子居然有胎记，怎么可能？小海，这个胎记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和大哥从小就有一模一样的胎记，
这是我们兄弟最独一无二的印记，有这个胎记的人就是我大哥。怎么可能？张岩这个傻子，居然是小海的亲哥哥。可是，胎记为什么会在这个傻子胸口？妈，难道他就是今天来跟我们认亲的大哥？我调查过，小妍落难后被徐月月的母亲救下养大，成了徐月月的远兄。我就是因为看在小妍的份上，才应允了你们的婚事。可是，月月的哥哥不是刚从国外回来，现在正在贵宾室休息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胎记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傻子身上？徐月月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解释！原来沈家大少爷就是徐月月的哥哥，这次终于轮到我发达了。月月，这个农妇一直说是你妈，这个傻子也一直喊你妹妹，难道你真的因为嫌弃他们的出身骗了我们？他们才是你的家人？我没有，小海，我们交往这么久，你看我身上哪有一点跟他们一样的穷酸气？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我怎么敢撒这种谎呢？你最好没有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世有任何隐瞒，我绝不会允许你进沈家大门一步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绝不能承认和他们的关系。一旦被小海和宋总知道是我害沈家大少爷变成傻子，别说嫁进沈家，只怕他们会把我碎尸万段。傻子身上的印记跟小海的根本不一样，不信你们看，这根本不是胎记，而是烫伤。傻子妈那时在我们学校食堂工作，总是把傻子带在身边。有一次，傻子拿滚烫的稀放当饮料，硬是烫出了一个大疤，这根本不是胎记。确实是烫伤。也是，我的小妍最是聪明机灵，怎么可能是个傻子呢？我就知道他不是大哥。小过年喽，怎么不想呢？妹妹小心！小妍，是哥自己冲上来的，不是我。徐月月，我是不是说过不准玩炮竹？你为什么不听话？妈妈，妹妹没事就好。你这孩子，妈先帮你上药。幸好这个傻子以前被炮竹炸了，真是老天都在帮我。小妍，小妍，小妍，都是妈害了你。妈没想到亲手养大的女儿连自己的亲妈和哥哥都不认，让你受尽委屈，是妈害了你的一辈子啊！到现在，你们还想冒充月月的家人，真是脸都不要了！你的儿子叫小妍，他的傻儿子小名是小妍，并不是沈家大少爷的小妍，只是巧合罢了。是吗？一个冒充你妈的人，小名跟我儿子一样，巧合还真是不是。你的儿子是何时出生的？3月初8。妈，他肯定不是大哥，大哥是8月16生的。你对这傻子倒是很了解。这个傻子在我们学校很有名，他的生日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张婶儿，我们好歹相识一场，就算不是家人，这么多年也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过去对我的关照我都记得，难道你真的忍心亲手毁了我的人生吗？带着你的傻儿子永远离开我的生活，我会很感激你。伯母，你看他也承认了，我不知道小妍的生日，因为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胡说什么？傻子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？你是不是也神志不清了？我儿子怎么来的我们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家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？好，那我就提醒提醒你。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啊？还有口气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真是可怜。不要，妈妈是我一个人的。
救人要紧！大哥落水的那条河，下游好像就是通往老洼村。我记得我还跟着妈带人一起去找过大哥，可惜并没有找到。小妍被我带回家，烧了3天3夜，我寸步不敢离开，这才把她的命给捡回来。你们问我她的生日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捡她那天是6月24。6月24，小妍失踪的第2天。难道？妈，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些年的无数日夜，我都渴望着能再见到我的家人。今天，我们母子终于重逢了。啊，妈，他真的是大哥，我们终于找到大哥了。月月没有骗我们。想不到他脑子这么灵活，真是帮我解决了大麻烦。哥，想不到你就是小海的亲哥哥。原来从我和妈妈救下你，把你带回家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注定了会是一家人。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你找到亲人，现在终于如愿了。妈，这是好事啊！你怎么哭了？我太高兴了。月月，这些年多亏了你和妈的照顾，你放心，即使我重新变回沈家的大少爷，你们的恩情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今天喜上加喜，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。妈，你是不是高兴傻了？怎么不说话呢？根本还没有任何人告知你就是我的大儿子沈小妍，为什么你会进门就喊我妈？蠢货，为了攀龙附凤，状况都没搞清楚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哥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以前跟我说过，有一次做梦，对，我曾经梦见过妈妈，梦里面妈妈一个人在河边找我。我的小妍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妈妈好想你，小妍！妈妈救我！妈妈救我！儿子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接你回家。啊！小妍，小妍，你回来了！你也做过这个梦？是，梦里我看不清妈妈的脸，直到刚刚见到你，虽然短短一面，可是我梦里的妈妈面容越来越清晰。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您就是我的妈妈。难道这就是母子间的心有灵犀吗？堂堂巨豪集团总裁也不过如此，还不是任由我拿捏？小妍，不要走！小妍！妈，你又做噩梦了。我刚刚梦见小妍掉进河里，我拼命想去救她，马上就要拉到她的手，可是小妍却不见了。妈，您就是太想大哥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大哥，一家团聚。还好小海曾告诉过我宋总做的梦，没想到还真有用上的一天。林特职，立刻安排检测我和月月哥哥的 DNA 检测。一切都对上了，这没必要吧？血脉至亲，不能有一丝疏忽。验头发就能知道是不是一家人，那能不能给我们小妍也一起验验？不行，验一下又无伤大雅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居然是你！你认识他？当年我落水后，就是被他捡了回去。你是说，他救了你的命？正相反，他就是害我们母子分离20年的罪魁祸首。我不认识你，以前从来都没见过你，你为何冤枉我呀？可我认识你，化成灰我都不会忘记你。这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当年我落水后是他把我捡了回去，可是他就把我卖给人贩子，把我关了起来。当时我听见你们寻找我的呼喊声，着急的想回应，但是他把我绑了起来，对我不是打就是骂，还撞伤了我的头，这才导致我失忆，彻底忘了你和弟弟。我没有，他撒谎。我历经千辛万苦，才从他手里逃出来，遇到月月一家，否则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，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。难怪他知道你胎记的事儿，肯定是他后来不知道在哪儿看见沈家大少爷的寻人喜报，干脆让他的傻儿子用烫疤冒充，真是太可恶了。月月，小燕的伤疤明明是为了救你。够了！原本看你带着个傻儿子，想到你一个村妇也不容易，哪怕贪财也罪不至死，没想到你居然害了我的儿子。看来你儿子是傻子，都是你作恶多端的报应。你不能这么说小妍，他是好孩子啊。有你这种母亲，他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他身上流的血都是脏的，像你们这种败类，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。来人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丧尽天良的母子！妈，不要打我的儿子！求求你们，妈求你了，让他们停手吧！他可是你哥呀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。我看那个傻子死了正好，一了百了，对所有人都是解脱。说起来，还算帮你减轻了负担，不是吗？你居然真的想让你哥死？我想过放你一条生路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非要毁掉我的人生。现在也怪不得我心狠。我跟你哥到底哪里丢了你的脸？我们不偷不抢，省钱又攒钱供你读书，你哥还以为你变成了傻子。徐月月，你的良心都喂了狗吗？都现在了，你还冥顽不灵，非要冒充我家人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妈！月，小海，这对母子疯了，我好害怕。妹妹，不是妹妹。对，你没有这种妹妹，我也没有这种女儿。小燕，咱们回家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小燕！小燕，不怕，妈带你到医院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小燕，你醒醒，不要吓妈呀！小燕，你有没有事儿？都是妈不好，妈没用，妈害了你。求求你们，有没有好心人能送我儿子去医院？求求你们了！走，我们送你。谢谢，谢谢恩人。医院不是在城西吗？车怎么在往东开？上了我们的车，去哪儿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们不是来帮忙救人的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们是来送你儿子上西天的。不，你们不能动我儿子！停车，我们要下车！老婆子，你疯了！就这么让他们跑了？跟上去，我们再找机会。老天爷，求求你放过小妍！如果你一定要带走一个人，就用我的命换小妍的命！都是妈的错，妈不该带你来城里找你妹妹，她不配当你妹妹。
从今往后，徐月月跟咱家再也没有关系。以后妈就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一醒过来，妈就带你回家，咱母子俩还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。今年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啊！小妍，妈去打点水，给你擦擦身子，马上就回来。臭傻子，还真是命大，居然真给救回来了。那也白搭，咱们快点动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是你们！撤！老子，放手！我要给我儿子讨一个说法，你们不能走！出什么事了？来不及了！找死，臭老太婆！伤害我妈，我要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！小妍，妈，我没事儿，你呢？伤到哪了？小妍，你的脑子……小妍，你的脑子真的好了。对，我也算因祸得福了。妈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妈不苦，只要你能好，妈死也甘愿。妈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，咱们都要好好活着。即使没有月月，以后我也会好好孝顺您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您。月月做的那些事儿，你都知道了。我全都想起来了，不仅想起来我们一家三口的过去，更想起了我究竟是谁。你小时候的记忆也恢复了。没错，既然老天让我醒过来，是时候把属于我的东西都拿回来了。所有伤害过我们母子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徐月月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沈小海先生，成为他的妻子，不论生老病死，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沈小海先生，你愿意娶徐月月小姐为妻，不论贫穷富有，永不背弃吗？我愿。等一下，沈小海，你不能娶徐月月。臭傻子，你居然没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安排了人，这种气场，他真是之前那个傻子。沈小海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同意你娶徐月月。你不同意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本少爷的事儿？你们就眼看着他破坏我的婚礼，我养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我劝你们不要自讨苦吃。现在，我已经不会再任人宰割了。你不傻了？看见我很意外吧，我的好妹妹。可惜，我不仅没死，还因祸得福，恢复成了正常人。今天既然我回来了，就是要为因你受委屈的妈妈讨一个公道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有什么事等我办完了婚礼再说。结婚？像你这种自私自利，连亲生母亲都不认的不孝女，也配嫁进沈家？要娶月月的是我，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马上给我滚！没错，我嫁不嫁得进沈家，你说了不算。你确定吗？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带妈走吧。等我结完婚，就回家给你们磕头认错，好不好？已经太迟了，只能说老天开眼，让我及时醒过来，阻止这场闹剧。而你，徐月月，你的豪门白日梦也该醒。够了！今天是我儿子的人生大事，现场宾客都是顶级名流，任何人都别想当众抹黑我沈家的名声。既然你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我劝你带着你妈赶紧滚，再敢得寸进尺，别怪我下手不留情。妈，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？如果不是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，我们一家人不会天各一方，这辈子差点都无法再见。好在我回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敢动我妈一下，
我让你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我跟你一样，绝不会让我的妈妈受到任何伤害，所以不能让一个满口谎言的女人成为她的儿媳，哪怕这个女人是我曾经的妹妹。奇怪，为什么她不傻了之后说话气派和我年轻时那么像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了？你不会又想说你是我妈的儿子吧？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死心呢？相识一场，如果我飞黄腾达了，你们需要帮助，我可以帮你们。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知足呢？告诉你，别白费心机了，能耍的花招你妈都已经耍过一遍了，我们不会再上当了。就是，你们还是快点走吧，留下来大家都难看。我没有说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妈，放心，交给我解决。过去看在你是傻子的份上，我对你也算手下留情了。再敢冒充我哥，我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。你真的认定他就是沈小言？他不是我哥，难道你是？看你浑身的穷酸样，你也配？你现在也变得以貌取人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少在这跟我演戏。就算不说外表，我哥南省高考状元，米国留学归来的高材生，有见识有阅历，真正的人中龙凤。再看看你，一个浑身都馊了的傻子，一辈子没出过名次，为了攀龙附凤，连和没教养的妈一起假冒别人的亲人。像你这种无耻之徒，连我大哥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如果我说我才是真正的沈小言，你是沈小言？没错。你真的是我哥？小海，我回来了。大家听听，这个浑身破破烂烂的叫花子说他是我大哥，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。现在的人为了荣华富贵，真是不择手段啊！他要是沈家大少爷，我还沈家老爷子呢。真是没想到，傻子醒了变成疯子了。要我说，你还不如一直傻下去，起码傻子看着可怜。如果哪天快饿死了，在街边讨饭，我没准还会行行好，从我家狗嘴里留一口狗粮给你。我理解你想改变命运的心情，可是血脉亲情是冒充不了的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肯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就勉强放过你。你放过我，可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一个冒牌货，真以为凭着几句花言巧语就能颠倒黑白了？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这种人根本无药可救，还是傻子的时候就在学校食堂骚扰月月，现在成了正常人，只会更变家里，心眼已经黑透了。既然你们说我在学校食堂骚扰徐月月，那么我请问，娇生惯养的徐月月怎么会跟我出现在同一个学校食堂？你不是说你家境优越，从小就念贵族学校吗？那为什么会跟他们出现在同一个学校？月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月月，你说话呀，妈还等着呢。是我高中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乡村生活体验，在他们母子所在的学校待了3个月，没想到从此就被他们家缠上了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们这种人就像狗屎，只要踩上了怎么都甩不掉，总能想方设法恶心你。月月，你当时怎么不说呢？早知道你受了这种委屈，哥哥一定为你出气。哥，当时你忙着高考，正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候，我怎么忍心打扰你呢？差点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位南省状元，原本还来不及找你算账，既然你自己跳出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我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，真正的南省状元到底是谁。南省状元当然是小海的哥哥，我的养兄，他就站在这里。你再耍花招也是白费心机，根本就没有人想听你狡辩。心虚什么？如果你那个所谓的养兄真是货真价实，不更应该期待我说谎被打脸吗？继续说。可是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陈教授，您可以进来了。天啊，这不是清北刚刚获得诺奖的陈教授吗？居然能把他请到现场。4年前的南省状元，曾经向陈教授写过一篇自阅书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你，你一定记得信的内容吧？都过了这么久，谁能记得住这些小事 ？I remember。
Hello, Professor Chen. I am Zhang Yan, a college action animation student from Lawo. 没错，这篇邮件我印象很深刻。当年我一心等着你来清北，可是你却放弃了机会，我遗憾至今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让你放弃进修？只因家里困难，我把唯一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妹妹。哦，那你跟你妹妹一定感情很好吧？你说呢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你妹妹。4年前的邮件说背就背，还一字不差，正常人能做到才奇怪吧？这更证明了你早就在预谋这一天了。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个老头子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我在农村长大的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串通清北教授？没准是你妈的姘头呢。你们这种人为了上位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放肆！我一生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哪来的没有教养的野丫头？目无尊长，居然敢凭空污蔑我！陈教授，你没事吧？马上送陈教授去医院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你打啊！如果打了这一巴掌，能让你从此放过我，不再做我幸福路上的绊脚石，你就用力打，从此我们断绝关系，这辈子再无纠葛。妈，我不打你，你虚荣自私，没有教养，终究犯下大错。可你是我女儿，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却没有教好你，我比你的罪更大。妈，你是最好的母亲，不要因为徐月月这个白眼狼就否定自己。我也是你教出来的孩子呀。是你也是妈的孩子，小妍，幸好妈还有你，妈多希望你能永远陪在妈身边。可是妈不能这么自私，你应该跟你的家人相认。即使我认了原本的家人，您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也永远都是我的妈妈。宋总，小妍是个好孩子，她聪明孝顺，从小到大从来都没说过谎。你千万不能因为徐月月满嘴的谎话就不相信她，她真的是你的儿子呀！他虽然穿着破烂，可是谈吐气度绝不似普通人。难道怎么故意在我妈面前演苦情戏，想让我妈可怜你们同意这个傻子进门？做梦！你们这种贪得无厌、死缠烂打的农村人我见多了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好，我成全你们。来人，拿钱来！居然要给他们这么多钱，这些钱明明都该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他们？拿了钱赶紧滚！今天的事，我们就当被狗咬了一口，这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们一家人面前。不行！月月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这样没有底线的农村人，给他们钱就像养蛊，以后只会变本加厉，无休无止的来勒索我们，不能开这个口子。本来这钱我不想拿的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还非拿不可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这钱一旦拿了，你们刚刚信誓旦旦的认亲就都成了笑话，你妈妈一辈子要强，能丢得起这个脸？哦，看来你还挺了解我妈的。我才没有！这一下，打你忘恩负义，不认母亲20年养育之恩；这一下，打你狼心狗肺，不认兄长舍身相救之恩；这一下，打你贪得无厌，为了攀龙附凤背叛自己的出身；这一下，打你粗俗无礼，连最起码的教养都没有；这一下，打你狼心狗肺，置至亲于死地，你不配为人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欺负我！小妍是我儿子，你又是我什么人？够了！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女人，你当我死了？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今天我就用你们的血给我的婚礼添道红！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 DNA 结果出来了。给我看，母子关系，他真的是大哥。还好我提前准备，这下再也不怕张妍母子俩胡搅蛮缠了。你真是我的小妍，妈。宋总，您再看看，还有另一份 DNA 报告。这份应该是我的 DNA 检测报告吧？拖延了这么长时间，总算送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也是母子关系？我居然有2个大哥！
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妈妈根本没有跟你验过 DNA， 这份报告肯定是假的。还得多谢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在医院昏迷不醒的时候，原本妈要给我清洗身体，可是因为有人想杀我灭口，妈一心只想保护我，我身上所有的痕迹都保留了下来，其中就包括我亲生母亲的头发。没想到吧？我提前做了准备，用妈的头发做了 DNA， 这就是因果报应。你造的孽，最后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。我根本就听不懂你的话，这份 DNA 报告根本就是假的，你不会真以为有人会相信吧？妈，我才是你的儿子，你肯定不会信这个疯子的话吧？他一个农村出身的傻子，根本不配当你的儿子。妈，我是小严，对不起，分开这20年，我因为溺水失忆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因为养母的照料过得很好，可是却让您为了找我吃尽苦头，真的对不起。妈，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过得好才怪。他分明就是联合自己的穷妈上门骗钱的，难道你真的信他不信我？我跟我妈日子虽然穷，可是每一天都很高兴。父母对子女的爱无关金钱，这一点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懂。装什么白莲花？不在乎钱？那你带着你妈别来正视大公子的身份啊！够了！你们两个，我谁都不信。妈，我只相信证据。孙烨，给他们2个人立刻重新检测 DNA。这一次从采样到出检验结果，你和我最亲信的保镖队伍全程护送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是。是不是亲生孩子还能验出来？那能不能给我和月月也验验？是不是只要验过了，就能证明我真的是他妈妈？做梦！你一个没文化的粗鄙村妇也配当我的妈？下辈子也不可能！你敢对妈动手？月月，你没事吧？小海，我的脸，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，这个贱人居然敢打伤我的脸，他分明就是不把你们沈家放在眼里。我们堂堂沈家，今天要是让你一个傻子羞辱了，以后也不用在南省立足了。来人，给我卸掉他的一条腿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好，今天我亲手结果了你。是非不分，偏听偏信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想不到这个傻子还真有两下子。妈！沈小海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小妍，妈，我没事。够了吗，哥？哥，我今天刚跟跆拳道老师学了新招式，肯定能打得过你。我们来较量一下。我功课还没做完。功课什么时候不能做？你就跟我试试嘛，好不好？哥哥，我去找妈妈告状，说你不跟我玩。你每次就会搂脖子这一招，有没有点新意啊？妈，我哥打我！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秘密动作？难道他是哥？小海，伤到哪了？还能站起来吗？打伤了小海，你还想逃？你们都瞎了吗？还不动手！我看谁敢！滚开！哥！我不是你哥。你是，你就是，我这辈子就你一个哥。哥，我好想你，哥。小海，你怎么？妈，他就是我哥。我小时候只有我哥会这么揍我，我绝对不会认错的。妈，我哥回来了。你真的是小妍？妈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小海一个人去看魔术表演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妈不好，是妈没有保护好你们两个。我知道你哥受伤了吗？还不滚下来！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。别忘了，还有我呢。
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，不然我苦心筹划的一切就全泡汤了。不是的，他不是沈家大少爷，他连胎记都没有。许月月，你还真是不撞三墙不回头。不就是胎记吗？我有办法解。到底谁的胎记是真的？你的胎记跟我们的根本不一样，我看连检查的必要都没有，你就别出风头。我的胎记确实被烫伤覆盖了，不过你还不知道吧？小时候妈妈曾经想带我和小海去除胎记，但是医生说我们的胎记已经深入皮肤，不只是在表层。对，我记得这件事。要判断胎记真假，只要用刀把胎记表面的肉挖掉，就能有结果。什么？你要把肉挖掉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，不敢了？为表公平，我先来。连我从小身上爱带小刀的习惯都知道。哥，你千万别犯傻！小妍，不用你证明，妈相信你。吓唬谁呢？我就不信你能对自己下得去手。如果这一刀能让这些居心叵测的人彻底闭嘴，也值了。哥，你这么傻，想让他闭嘴，我打他一顿不就是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找私人医生来帮我儿子止血？现在该你了。你是疯子，我不跟你一起疯。你以为你逃得掉？本来只想划你一刀，可是现在我哥受伤了，必须多划你10刀才能补偿我哥受的伤害。是徐月月，都是徐月月安排我来的。她说如果被她男朋友发现自己出生在一个小山村，老妈大字不识，哥哥还是个傻子，肯定会跟她分手，所以让我带着我妈来强迫她的家人，只要蒙混过关，保我们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对，都是徐月月这个女人策划的。我和我儿子就是拿钱办事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你们胡说！妈，哥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们在胡言乱语什么？那个傻子娘俩才是冒牌货。小海，你肯定会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蛇蝎心肠！居然有人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，还有我哥，为了你，堂堂一个南省状元宁可辍学来供你读书，而你呢，是怎么回报他的？他辍学是因为他被打成了傻子，本来也去不了清北，为了给他治病，还浪费了我念书的钱呢。早知道还不如让小慧我直接把他打死，我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居然能说出这种恩将可报的话，你不配做人！想不到我宋庆华有一天会被你这样一个低劣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好你个徐月月！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都知道错了。我只是太爱小海，怕你们不肯接受我，才不敢说我的出身。我只有这么一件事隐瞒了你们，真的，求求你原谅我嘛！他说谎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宋总，有人偷袭，想要调包 DNA 检测报告被我们发现，好在报告没事。果然，我没有认错小妍。要不说咱们兄弟连心呢？居然有人想破坏 DNA 结果，是谁？人已经抓到了。根据监控显示，上一次您和冒充者的 DNA 报告就是他们做的手脚。这一次他们还想做手脚，被我们及时发现后逃走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抓回来。敢混淆我的亲生儿子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不仅如此，我还调查到，他们曾进入医院冒充医生，想对大少爷下手。对我大哥动手，你们怕是活腻了。我们也是拿钱办事。谁给的钱？1、5、1、10供出来，我考虑放过你们的家人。我妈跟你说话呢，耳朵聋了。我是不是见过？小海，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渣呢？你滚开！我想起来了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再敢动他一下，
你们狗命！没事了，他们都走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作为报答，不如我请你吃饭。这是这2个男人的账户资产记录，这些年徐月月给他们打了不少钱呢，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。小海，看来你从开始就被他们骗了。徐月月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小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想不到连我们的相遇、相爱都是你精心策划的。徐月月，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到底有没有一件是真的？我是冤枉的，小海，你先放开，我要不能呼吸了，求你了。徐月月，亏我一心娶你进门，原来我才是真的傻子。你是当初把小妍打成傻子的那个混混，真的是你们！徐月月，你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？当初他们调戏你的事你都忘了？你哥为了保护你，被他们打成了傻子，难道你都不记得了？贱人！妈，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妈？我儿子为了保护你被打成傻子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和伤害他的仇人勾结在一起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徐月月，今日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海，你救救我！我千错万错，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想嫁给你。如果不能如愿，我还不如死了。小海，你原谅我吧。徐月月，现在最恨你的人就是我，因为你的蛊惑，我做了那么多伤害我大哥的事，我恨不得抽死自己。不需要我的原谅，真正需要原谅你的人在那儿。哥，从小到大你都是最疼我的，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都会原谅我。这一次你也肯定不会生我的气的，对不对？徐月月，我们从小跟着妈相依为命，冲妈把我养大的情谊，哪怕为了救你被人打成傻子，我也从没怪过你。我就知道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不认我们的妈。从你抛弃妈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了。小妍，不必跟他废话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！你们不能动我！我怀孕了！拿开你们的脏手！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沈家的种，弄伤了我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小海，原本我是想在新婚之夜给你的惊喜，可是没想到事情会到这种地步。怎么样，听到这个消息你是不是很高兴？或许我是做错了事，可是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你肯定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不想宝宝一出生就没有妈妈吧？如果舍不得孩子，也可以把孩子带走，沈家会支付抚养费。我肚子里的可是你的孙子，你居然舍得！哼，结子上位这种戏码在我这里行不通。徐月月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沈家的大门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事情闹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沈家始乱终弃，抛妻弃子。我看巨豪集团以后怎么在商场立足。徐月月，我倒真是小看你了。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，这种感觉，妈，你应该明白。可惜你并不了解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，即使赔上整个巨豪集团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。我也绝不会娶你这个差点害死我大哥的女人。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他。
这就是你要的，因为你养母的亲生女儿大着肚子要被抛弃，因为你生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公司要破产，也是因为你弟弟变成一个人人唾骂的负心蛋，现在你高兴了？家破产了，徐月月，你答应我们的钱怎么付？我们给你干了那么多事儿，不能白忙活吧？本来懒得搭理，让你们多活一会儿，自己上赶着找死是吧？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绑起来，塞进麻袋，丢进河里喂鱼。沈少爷，我们这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啊！沈少爷，饶命啊！徐月月是主谋，你们是帮凶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我知道徐月月的秘密。停手！把刚刚的话说清楚。妈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不过是死到临头，拖延时间罢了。徐月月，我们一直帮你解决麻烦，你居然过河拆桥！当年你们把我大哥打成傻子，我都恨死你们了。后来再次遇见，你们又勒索我，我是为了自保，没办法才跟你们套近乎，让你们放过了我。你该不会真以为我跟你们同流合污吧？让我们调换 DNA 报告，让我们去医院灭口，明明都是你指使我们的，我们明明是在给你办事。是你们看沈家有钱，逼我碰瓷小海，看我跟小海相爱，一直把我当摇钱树勒索我，怕我的身世曝光，断了你们的财路，所以你们才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，真是最毒妇人心！我在道上混了一辈子，居然让个臭丫头给摆了一道，真是太好笑了。你们就安心去吧，明年的今天，我会去河边给你们多烧点纸钱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拉着你垫背。沈二公子，你根本不用对这个毒妇负责，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。你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如果我说了，你能饶我跟我兄弟一命吗？我答应你。上个月我赌输了钱，又去找徐月月。原本拿到了钱要走，可突然想起来，我车也坏了，想找徐玉要辆车，没想到却撞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都1个多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万一被发现，你还怎么嫁进沈家？我倒觉得这个孩子来的正好。沈小海那个傻子平日糊里糊涂，赖到他身上他也看不出来。等我把孩子生出来，慢慢拿到沈家的家产，再想个办法解决了那对碍眼的母子，巨豪集团就是我们一家3口的了。你放屁！小海，他这是因为拿不到钱，狗急跳墙诬陷我，你肯定不会信的，对吧？命都要没了，谁有闲工夫诬陷你？我只是想活下来。那你有证据吗？空口造谣，谁不会？我有，就在我的口袋里。照片是假的，是他人工合成的，从来没说过这种话。小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小海，徐月月，我总算看清你了，外表看着安分，行事却如此不自受。我可是你的枕边人啊！你不相信我，却相信一个外人。我只相信我的眼睛。
本来还想给你抚养费，看来也不必了。妈，孩子真的是小海的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小海，我只是想嫁给小海，跟他白头偕老而已，你要相信我啊！哥，你是了解我的。我虽然任性胡闹，但是我绝不敢犯这种大错。你肯定会相信我的，对吧？我以为你就算千错万错，至少对我弟弟是真心的。徐月月，从小我和妈妈供养你，让你不缺吃欢。你毕业后，小海养着你，给你优渥的生活，为什么你还是不知足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相信一个曾经把你打成傻子的人，都不相信你妹妹？一个想要谋害我家人、谋夺家产的妹妹，我要不起。我最大的错就是曾经拿你当亲妹妹。我可是你亲生的女儿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，妈！妈，不管我怀的谁的孩子，你都是孩子的外婆，你快帮帮我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妈，我就知道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现场这么多人，也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徐月月断绝母女关系。张淑芬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女儿亲生女儿。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有我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你就不怕死了没人送终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妈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，以后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会孝顺您一天，您一定不会孤单的。好，我的好儿子，有你在，妈妈什么都不怕了。您是我哥的妈，也就是我的妈，以后我跟我哥一起孝顺您。妈，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我丢了一个女儿，却收获了你们两个好儿子。您就好好的待在我们身边，跟着我和小海享福吧。没错，好人有好报，不过恶人也该遭报应。给我站住！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养你的野种，还要害死我和我妈，谋夺我们的家产。好小子，我今天就看看，是你的命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儿子要被打死了！打死都是便宜的，给我滚开！我儿子是无辜的，若是徐月月，都怪这个狐狸精！你胡说，明明是他勾引我的，他趁我喝醉强暴我，然后又威胁要告诉小海，我是太在乎小海，才不得不跟他保持关系，我才是受害者。我呸！你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还想把锅甩给我儿子！你们不信，去他大学打听打听，他刚上大学就盯上了我儿子，学费、生活费全让我儿子出。我家里也不富裕，我儿子鬼迷心窍，为了他去借网贷，可是他一毕业就勾搭上沈家二公爷，把我儿子甩了。你闭嘴！你血口喷人！你们母子没一个好东西！你那点破事儿，学校里谁不知道？后来是因为他缺个假妈假哥，才又哄骗了我儿子上床，还搞大了肚子，又承诺给他沈家家产，我儿子才上了他的贼船。你撒谎，你撒谎，你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。我有证据。哦，把他们分开。证据呢？我给你，你能放过我儿子吗？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提条件，不过如果你的证据让我满意，也许我可以网开一面。我给，这是徐月月跟我儿子联系时，我偷偷录的。给我！小道爷
以后我的儿子要叫沈小海爸爸，我心里就有气。儿子是你的又不会跑，你还可以用舅舅的身份陪着他，在他眼皮子底下跟我好，不是更刺激吗？沈小海真发现不了吗？沈小海就是个傻子，随便我拿捏。等我拿到沈家家产榨干他，再把他一脚踢开，到时候巨豪集团和儿子还不都是你的？我跟你在一起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为了你违逆母亲，攻击大哥，没想到在你心里不过是个小丑。徐月月，你真是好样的。徐月月，这世上那么多人都恨不得把心掏给你，你呢？你就没有一点真心吗？这世上所有人都能说我，只有你不能，因为你欠我的。都现在了，你还说疯话？你哥供你吃穿，供你念书，还为了保护你，这些本来就该是我的。原本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所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所有你的爱，本该全都是我一个人的。可是自从你把他捡回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家平白无故多养一个人，家里也越来越穷，偏偏你还装模作样讨得所有人的喜欢。我讨厌你，反而成了我的错，凭什么？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。呸！谁跟你一家人？我只恨那天往河里多看了一眼，发现了你。早知道让你直接淹死在河里。我一直以为小妍来了我们家，你多了个哥哥疼你照顾你，日子会过得更好。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要恨你就恨我吧，是我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想法，让你走歪了路，是我这个妈做的不够好。但是你哥这么多年为了你掏心掏肺，比亲哥哥做的都好，你不该恨他呀！看吧，事到如今你还向着他说话，在你眼里他什么都好，他才像你的亲儿子，我才是你捡回来的。我对你们俩是一碗水端平的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今天所有人都欺负我，你是我亲妈，你不帮我说话，还要跟我断绝关系，转头就收了2个儿子，等着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就是你的一碗水端平。好，你要算，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算算。小妍，妈，你委屈了这么多年，有些话今天也该说清楚了。你说我一碗水端不平，你说我对你哥比对你好，可是你怎么不睁眼看看你哥是怎么孝顺我的？你又干了些什么？你说啊，我哪点做的比他差？我们家穷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你哥不仅一个人从家里的2亩地，还去帮邻居搬砖赚口粮养着我跟你。你呢？你嫌你哥做饭晚了，耽误你吃完去看电影，那种粗活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干得了？你哥以前可是沈家的大公子，没有吃过丁点苦，他就干得了。我腰病犯了下不来床的时候，你哥放学就去找医生学针灸，拿自己练手，浑身都扎得没一块好地方。而你呢？你去哪儿了？腰病又不是大病，谁知道你病得那么重？再说了，是你不告诉我的，你但凡跟我说了，我也不会不管你。我敢告诉你吗？我只不过有一次疼得弯不下腰，想让你给我倒盆水，你就故意烧热水烫伤自己，说干不了。徐月月，当妈的知道自己女儿是什么德行，你可是我10月怀胎生的。这些年我自欺欺人，看着小妍辛苦，纵容你自私自利，没想到酿成了今天的大祸。算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我老了，管不了了。可是我不想认命。妈！你们都往后退！徐月月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千万别伤害妈妈。别忘了，她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，现在她只是你一个人的妈罢了。是你们先抛弃我，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冲你干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，你不会以为发个疯就能继续嫁给我吧？我可没那么天真，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那我以后只能靠自己了。说吧，你的条件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哦，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看我绑架他，最好杀了他。毕竟他把你的儿子抢走20年，现在回来了也不肯放弃这个老太婆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不爽？你不用挑拨离间，
父母对子女的爱，比你想的更无私。我只会高兴在我不在的岁月里，有人帮我好好照顾小妍。曾经我也是念在你的妈妈救了小妍，所以愿意接受你，是你自己放弃了机会。别说废话，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？要不是你过去一直反对我和小海，我早就是沈家女主人了，还轮得到你在这里跟我说教？你对我妈放尊重一点，沈家的女主人永远只有我妈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想要巨豪集团？姜还是老的滑，现在想想，如果我嫁进沈家，还真不一定斗得过你呢。没错，我要20%的股份，现在就转让。你做梦！给他。妈，你的养母能让你回到我身边，只要能救她，哪怕让我送出整个巨豪集团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谢谢你妈。不急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张妍，我要你给我跪下。许月月，你够了！你不是最心疼这个儿子，看不起我这个女儿吗？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儿子匍匐在我脚边求我跪啊！小妍，他就是故意刁难你。哥，你不能听他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为了我妈，我必须要跪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张妍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屈辱、特别愤怒、特别想跟我拼命？儿子归母亲，天经地义。月月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只要你诚心悔悟，改过自新，一定可以重新开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现在还以为能让我心软？亲情在你心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没错，我只想要钱，只想站在最高处成为人上人。你们所谓的亲情对我来说只是累赘罢了。但妈妈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你。是啊，你不是想让我放过他吗？好啊，只要你废掉自己的一只手，让我出了气，我就饶了他。小妍，你不能替他，千万不能犯傻啊！不愿意是？住手！我答应你。小妍，哥，你们别过来。妈，小海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心甘情愿。不要！妈，比起您的救命之恩，一只手算什么？徐月月，你看好了。妈，快叫救护车！小妍，不要哭，这辈子有你叫我一声妈妈，我知足了。以后你要好好的。妈！今天天气好，妈，您多晒晒太阳，康复的也快。哥，救命啊！臭小子，让你去海外谈收购，你给我翘班？人家也是想多陪陪哥呀，他马上就要去清北念书了，以后1年也好强见得到。少来，以你的性子，不得每周飞一趟过去？小妍，你又考上清北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曾经失去的时光，终于有机会补回来了。干妈，以后有我天天来陪您，绝对不让您孤单。臭小子，你是又想翘班了吧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